这张专辑首先设定了一个标准，就是不会讲台语的人或者是外国人，他听的时候都觉得很容易听进去，他不一定要了解歌词。听不懂的人觉得好听，听得懂的人觉得好玩。规则版的 rapper artists goes Siri Lee has captivated the Mando pop scene with her French chanson and bossa nova styles, pioneering a global world music market through dual language performances in French and Taiwanese. What influences inspire this singer from the ancient city of Tainan? Let's find out.第36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李德心。古灵精怪，但充分了解自身优点，创作作品充分掌握语言特性，演唱技巧高超，完美诠释各种曲风音乐。Bonsoir, bonjour, bon vivant. 我是李德心 ，Merci。歌声是一件足坦白的代志，歌声是很诚实的，在里面呢会隐藏真多个性以及咱经过的代志。譬如讲，像我的个性，就是一个小查某。我来台湾3年，学中文。不会日文。董事长请心吼，我咱好不好？来，俺今来出去比吼。哎，给我想想，就像我本人。华语歌，来唱歌，来唱歌。Je vais revoir。很多人会问我说：“哎，你怎么写出这样的台语歌？就是不要把它当台语歌来写啊。”它就像是一个声音，而不是语言。我平常时都就爱讲生笑的，我弄会拉低赛啊呢，就是把台语讲成意大利文啊，然后讲成我们以为的啦，吼，我们以为的意大利文，以为的法文，以为的韩文。他接着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听法国影集，反正我也听不懂，重点就是听不懂。那我就一边放着，一边去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让自己处在无意识的状态。然后我就会开始听到，咻，就是咻嘛，跟咱的咻是同款的。比如说有一句是用油用姜加酸呐，本来台语是加酸呐，用油用姜加酸呐。我前面想要让它听起来不知道是什么语言，所以我就把加变成加。用油用姜加酸呐，我清晨拖开拄啊加拖，拄啊加拖的时候，为了要让台湾人听得懂我在唱什么。我的那个嘎又没有变成嘎，然后接下来就是把一些可以加小舌音的音通通加进去。Siri Lee incorporates an array of languages, French, Mandarin, English, and Taiwanese into her repertoire, transforming idioms,
homophones, and proverbs into creative samplers. This distinctive linguistic deconstruction style represents a whole new creative force. Chung Shin-min is hailed as the godfather of Taiwanese pop music, having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He's successfully infused the Mandopop scene with pop and film scoring techniques he mastered during his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llaborating with heavyweight musicians across Asia. Siri Lee considers Chung Shin-min as a mentor who sparked her musical journey, but also as a life coach who guides her path. 好天气，我们这边好天气不得了了。我觉得最一开始他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以身作则的示范，就是音乐跟生活没有界限。我进前伫遮有虎头帮顶着头壳，都要烤。足疼嘞！我惊我的面会肿起来，肿一边啊。底下烤，你是烤啥物货？就是叫放假而已，尔呢是。啥物人无好放假过了？所谓的音乐人的自由空间是，第一个，音乐人自己要非常的自律；第二个，音乐人自己要知道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音乐人自己不懂得自律的话，你什么时间要练习？你什么时间要反省自己？这是更重要的。那也感谢花莲，因为花莲，所以他才会懂，他非常融入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以前我有一个学期从花莲到太原国小2个礼拜一次来回教他们唱歌。最好笑的是，我是汉人，可是我去跟他们的耆老学族语歌，再教给小孩，教他们的母语。母语歌。对。你说一般的人他来，哎呦，老师好脏哦，写靠腰。我现在还得到了一个新的那个绝技，是可以跟动物沟通。这样很像我们要听你命令呢。坐好，趴下。竹心，我认识他11年了，他根本就是自我放飞。我跟他说：“你写的歌要给我听哦，7年了，一首歌都没给我听。”我还逼他过来拿一首歌给我听，听完我说：“我觉得这个孩子他是有天分，所以他的武器很多。”都在他的口袋里面，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用。我觉得音乐主理人给他非常大的一个很好的磨练的机会，就是你要在一个时间点里面出作品。就甲伊当作佚佗，咱通只脚唱囡仔歌，像细汉的时阵，啥物拢唔惊。通只脚囡仔歌，像细汉的时阵，活泼的活泼的，无啥代。活泼的活泼的，免去无歹。活泼的活泼的活泼的，免怨叹。音乐主理人之后，他的一些创作，以及我个人的改变，我来到了山上，因为我想创造一个纯粹的音乐人的自由心灵的空间，所以才会有这个地方产生。来，
仙的就爱住在这款所在啦。哎呀，安尼较有成仙呐。安尼是叫仙的啦。安尼较有成仙呐。我在花莲生活的这10几年，我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放松，但是这个是最困难。那个时候我在录音，录到一半就是没有进展，我就放下录音设备，离开录音室，我去下面挖草，或者去煮饭，就是要让你的脑袋休息。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正在创作的时候，常常我们写歌那个创作期，不是说那1-2个小时我坐在这个桌子前面这样写，但有另外一种更常出现的状况是，这首歌可能写了1个礼拜、1个月，但是你不是这个很努力的去认真的写，而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你真的已经走到放空了，然后它突然进来，这其实是一个有意识的方法。就是我之前写歌的时候也会一直去走路，然后或者是说在生活上真的很专心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那一句进不来的歌词进来了。那我到了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开启了我很多身体或者是身体以外的第六感。我觉得这个对于创作还有对于人生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扇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我们产出的东西。我只是很想要在音乐上面实现一些东西，把它做出来之后，这些音乐或是这首歌，或是比如说这张专辑，它就会自动带我去体验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吃东西了，所以就会有那个米其林3星的主厨来问我们说，要不要来吃我们餐厅？因为觉得我们的理念很相同。就可以体验米其林3星，或者是说有些歌迷会跟我分享说他给他西班牙的男朋友听，他给他法国的老公听，他们听了都会很疑惑说，这怎么很像是我们的歌，又很像不是。那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歌迷超有趣的，他就是拍他法国的男朋友，男生说：“我跟你说，这个人一定很喜欢法国音乐，或是他绝对有在法国住过。”其实我并没有在法国住过，因为很多人会误会，我就说我只是可能像老师说的，我可能上辈子是只鹦鹉。我觉得鬼才就是他没有限制性信念啊。这个我跟小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会特别发现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东西已经有它既定的用法，跟它该怎么用。比如说，这根棍子我们一定是从这个细的地方拿，然后我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我要把它穿进去某个地方的时候，就很难穿过去。可是像我的侄子，他可能会是从另外一边拿，或者是他的角度就是不一样，因为对他来讲就不是棍子啊。那个很奇怪的 idea， 你怎么想到的？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你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定义的时候。所以我很喜欢，虽然我没有小孩，但是我其实蛮喜欢跟小孩子相处的，因为我都是去观察他们。我会借由他的长辈如何养育他，来反省自己有一些东西不敢做，或者是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无意识的时候，大人是这样教我的。对，但是如果说我就放手让他去玩，他会玩出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不给东西贴标签的时候。
我阿嬷也是鹿港人。对，我专辑里面用到的鹿港腔，就是从我外婆、我妈妈那边家族就是流传给我的一些养分。